眼下的古装题材的电视剧啊，有一个不好的风气，就是扎堆成风。你看以前有一阵武则天很忙，还有一阵雍正很忙，前一段时间呢，又轮到了隋唐。随着《隋唐英雄》《隋唐演义》2部电视剧的热播，这隋唐英雄开始绑起来了。每到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些专家学者站出来说，哎呀，这个电视剧太雷人了，根本不符合历史真实啊，孩子看了呀，容易以为这就是真事儿。我每次听到这个观点，我都觉得可笑。人家电视剧追求的是精彩的情节啊，卖点，人家又不是搞历史教育的。再说，如果所有的事都跟正史一样的话，那还有什么意思了？你别说这很多人物和正史当中记载的不一样，你比方说《隋唐演义》里有这么位人物，他就是编出来的，历史上根本没有。这个就是《隋唐演义》里边啊，演李元霸。你看这边请来了王宝强，这个李元霸历史上就没这人，可是在隋唐里头他顶重要了。为什么呢？隋唐13杰里头有李元霸，头一条好汉就是李元霸，而且李元霸在这里头谁也打不过他，手使一对擂鼓瓮军锤，你看他锤制四平山，打的18路反王，6送入烟尘，没有招架之功，所以这李元霸是这里最了不起一条好汉。而历史上李渊从来就没有这么个儿子，李世民从来就没有这么个弟，他只是说书人呢，为了能够让这故事情节更加紧凑好看，得弄出这么一个老大来。隋唐这个书其实历来的说书人都喜欢这个书，为什么呢？听书啊，它分长枪袍带、短打公案、神怪鬼狐这么4类。那么说帝王将相的，这为长枪袍带；说这个砸打杀杀的来破案的了，这为短打公案。那么隋唐这部书好在哪儿呢？既有帝王将相，又有短打公案，揉到一块儿了，各种各样角色非常丰富，所以很多书生非常喜欢隋唐这部书。你看这次《隋唐演义》呢，他的出品人就请来了著名的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先生。单田芳就说，我们这个作品呢，正宗。正宗是什么正宗？是正宗的评书，不是正宗的历史史实。你看这李元霸为什么请王宝强来演的？就是单田芳评书里边说到这李元霸尖嘴猴腮儿，说话口吃，请来王宝强来演的，在某种程度来说还挺对劲。其实李元霸呢，不应该叫李元霸，他本来叫李玄霸。就这个玄学的玄，为什么叫李玄霸呢？因为他生在道观里头，粗声特别响，有老道说此人乃玄门之霸呀，玄门不知老道吗？玄门之霸，所以这么叫李玄霸。李玄霸后来这个书到了清朝的时候说的时候呢，话本也流传的时候，那个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康熙年间，康熙叫啥？爱新觉罗玄烨，这玄字跟李玄霸的玄冲上来，所以为了避讳改李玄霸为李元霸。这个人物是这么来的，他也经历了民间陆续的演绎传说话本的这种描写，形成李元霸这个人。那么《隋唐演义》里确实有一些人物是历史上实有其人，咱们一个给大伙说几个啊。你像这个名气最大秦琼，可以说隋唐的根儿就从秦琼这儿起家。你一听小说里边一提秦琼马踏黄河两岸，剪打山东六虎，赛专都司孟尝秦琼、殷叔宝，山东历城的彭快，秦琼、秦叔宝、秦二爷。整个隋唐这部书呢，其实也是从老秦家开始，从他父亲最后这个病败自杀，然后再往后到秦琼出世，你看有秦琼卖马什么这个结识单雄信，然后造绝灵误伤人命，北平府比武，后来这贾日楼46节义染面屠徐道登州等等的情节，都从秦琼这开始的。那么秦琼这个人呢，在这个书里头评书里头确实是交友广泛的一个，等于说是孟尝君式的人物。要怎么叫赛专诸司孟尝呢？孝顺母亲像专都一样交朋友，仿佛孟尝君一般。所以把秦琼列到呢隋唐这个13节里头呢，很多把它列到第13位，上半截秦琼，后半截尉迟恭。这个秦琼在历史上应该说比这个《隋唐演义》里头功夫还要高。
但是《隋唐演义》里给他抚绘了好多新东西，你包括仁义道德这块，一下子把秦琼给托起来。你比方咱们常说那么句话，说为朋友两肋插刀，这句话就是从秦琼这儿来的。有说怎么从秦琼这儿来，不是两肋插刀？你听说哪个历史事件里头为了朋友歘把两刀插肋头这儿了，这一下不捅死了吗？倒有插朋友两刀的，没有两肋插刀的。真实的说法是两个，为朋友两肋插刀和两肋插刀。我给你细说怎么叫两肋插刀。他当初不是这个程咬金由俊达劫黄杠劫了48万两银啊，所以劫完了以后呢，这个事是山东地界犯的案呢，就交给了这个济南府。秦琼一调查知道自己好哥们程咬金由俊达干。调查完了他回来，走到一个地方叫两肋庄。这个庄呢就像人的两个肋头是一排一排房子，所以叫两肋庄。到了这两肋庄呢，秦琼就琢磨，眼前有两条道岔道，一条道呢是回济南府，回济南府那就是复命且告诉我案子破了，你们抓他去吧，抓程咬金去。另一条道是奔登州，登州谁呢？督办黄杠这个事情的靠山王杨林在这儿。这时候秦琼就琢磨了，我要回济南府，等于把朋友出卖了，我宁可不要我这命，也得保朋友，再干脆吧，破不了这案，我也是一死。索性呢，染面涂须闹登州，到登州顶缸去。这事就算我干的，怎么叫染面涂须呢？都说劫黄杠这程咬金呢，蓝脸红胡子，哎，我就搬脸，秦琼大黄脸嘛，把脸涂成蓝的，把胡子染成红的，这叫染面涂须闹登州。不是，我倒是自首的，都我干的。杨林把他就给抓住了嘛。所以你看两肋庄这有个岔道，这秦琼没有回家复命去，而是染面涂须闹登州，为朋友两肋岔道，跑岔道那走去了，从两肋庄这赶岔道去了，就够义气。这是一种说法。第二种两肋插刀，眼泪的泪，就是这杨林把秦琼抓住了，一琢磨，这人主动来投案了，说他干的，估计是顶缸，所以这杨林呢，就套秦琼的话说：“壮士啊，我知道你呀，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你恐怕是来顶罪的。可是你一顶罪，全赖朋友义气，你想没想过，你家中有年届罢师高堂老母啊？你这一死，高堂老母何人奉养？势必无比凄惨。”这两句话说完了，秦琼心里感动。为啥？秦琼大孝子嘛，赛专诸嘛，眼泪上来了。这眼泪一出来，你别忘他脸涂的是蓝色的，这眼泪一出来，歘把这蓝粉冲开来，露出黄底来了。一下子杨林一看，好啊，你这是染面涂须到登州，你来顶缸来了，这不是眼泪出来，顺着这有个岔道，把脸这色冲开吗？这叫为朋友两肋插刀。所以这个是从秦琼这儿来的。所以你看这说书人能编着呢。还有你看家里头说是过年上门神，门神就是有神书玉律，也有秦琼敬得，敬得谁呢？尉迟恭，尉迟敬德吧，念白了敬得。说秦琼怎么成门神了呢？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呢发动玄武文兵变，把这个大哥建成老弟元吉给宰了，杀了自己亲骨肉得的这个皇位。所以得了皇位之后呢，晚上睡觉睡不消停，总觉在这鬼来索命。所以半夜三更就找秦琼、尉迟恭两个人到宫门这给站岗，不让大鬼小鬼进来，因为他最信任的两个将领。所以时间长了，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成了左右门神。所以这就是中国门神秦琼敬得的来历。所以秦琼这么个人物，历史上实有其人，武功比这个《隋唐演义》里还高。可是《隋唐演义》里赋予他很多其他的这个人物性格，使秦琼这个形象丰满起来。那么秦琼作为一个相对正一点的，就得有一个相对混一点的，谁呢？程咬金。程咬金本名叫程知节，历史上也实有其人。他呢跟秦琼他们一块打仗，跟着李世民。其实在正史上描写的程咬金平平无奇，就普通一个将领。可是在书里边呢，把他戏剧化了，把他当做个莽汉子，粗中有细。你还使个八卦宣华府，一辈子就会4招。
前3招有时候经常来3板斧把你吓住，所以后来有叫程咬金3斧定瓦岗，探滴血得龙桃，成了一代混世魔王。就评书里头特别需要这种插科打诨的人，所以等于硬生生的把程咬金给推出来了，当做一个喜剧人物。据说后来活了100多岁，连儿子都快活到100了。薛耀刚反唐的时候，程咬金还冒出来，来个笑死程咬金，哭死程铁牛。所以程咬金等于书里头非常好的一个佐料和一个书眼人。那再有的人物，就是书里头哪部书都少不了，有正的，有邪的，有浑的，有恶的，还得有聪明绝顶的，像三国里有诸葛亮，名人列里有刘伯温，这里边隋唐有谁呀？徐茂公。徐茂公贾爱楼结义排行老3，仙风道骨，能掐会算啊，前知500年，后知500年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就这么个人物。在这里头呢，等于帮助这个瓦岗寨，后来又帮助李密干了好多事，后来又帮助李世民。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徐茂应该说并不像演义里写这样，他确实也足智多谋，但徐茂公立功不是在隋这时候，而在唐这时候。大唐天下平定之后，他帮助李世民南征北战，立了很多战功，而且确实也是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的人物。他对着隋重到什么程度呢？后来李世民呢，赐姓他为李，就不姓徐了，改姓李了。他很有名的有那么几个事儿，一个是李世民死的时候，故意把徐茂公啥官都给撸了，贬成平民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跟自己儿子唐高宗李治继位这位说你上来呀，非得倚重徐茂公不可，可是你对他一点恩德没有，他不一定服气，不一定真心捧你。这样我把他所有官故意都撸了，你上来再让他官复原职，他不就感恩戴德了吗？这是历史上记载的非常有名的一种用人策略。果不其然，徐茂公死心塌地的跟着让他官复原职的唐高宗李治。所以徐茂公在历史上应该说是隋唐描写的诸多英雄好案里，他算是对历史发生作用影响最大的一个人。但这里头有这个正面人物啊，喜剧人物，他也得有悲情人物。哪个是悲情人物？单雄信。单雄信为什么说他悲剧呢？咱那么说，良鸟择木而栖，良臣择主而事。他没有选对主子。瓦岗寨散了之后呢，他投了洛阳王王世聪，当了王世聪的女婿。后来跟大唐对抗，等于跟原来那些瓦岗寨贾爱楼那些哥们儿打，结果他忠心耿耿，难逃一败的命运。最后来个单雄信采营，我一遍一遍的到藏营里出了，而这些兄弟说咱躲着他，给他面子，但最后实在不像话了，就让尉迟恭出面。为啥？尉迟恭没跟他结拜过，单边夺硕，把这个单雄信就给抓住了。单雄信抓住之后呢，他死不投降，只能杀了他。但临行之前呢，贾爱楼结义瓦岗难这些兄弟给他敬酒。单雄信在里头临死之前，把这个徐茂公和罗成给骂了一遍。都说桃园三结义，哪个香蕉岛白的？这个在京剧界很有名。京剧界花脸戏有一出很有名的锁五龙。锁五龙有段唱段，就是他骂完徐茂公再骂罗成，咱们一块欣赏欣赏这唱段，名气很大。你看他后头骂罗成，咒罗成的啊，怕的是你万箭穿身，尸无处葬埋。他这咒还真管用。罗成后来确实扫北的时候，马踏淤泥河上不来了，结果被万箭穿心。罗成这个人物呢，也是隋唐都编出来的人物，但是这个人物很有典型意义。20多岁，英俊潇洒，出了名的脸白啊，人很漂亮。可是这个人能耐大，但是心肠歹毒。这个人物很有教化意义。应是说呢，自古英雄出少年，了不起。但是少年这个千万不要孤傲自负，瞧不起人，否则容易走到歪道上去。这罗成当年呢，跟秦琼是表兄弟，两个人呢，当初在互相学武功的时候，就把他俩最后的死因都揭示了。这也是隋唐里说的，不，两个人在这个北平府王爷罗王爷，就罗成他爸爸的后花园里互相教功夫。我教吕枪，你磨成水枪嘛。秦琼教他剪如同点，
俩人说好了，但谁也不藏，一招都不逃。随而赌咒发誓，我要藏招怎么样？罗成说，我若藏一招啊，万箭穿心。秦琼说，我若藏一招，不血身亡。结果秦琼藏了撒手锏，罗成藏了挥马枪，俩人都留着没交给队伍。后来果不其然，这咒应验了，这不罗成马踏鱼宁，所爱万卷端须死。我不，秦琼是怎么死的呢？这书里头说的很有意思，他当年呢跟尉迟敬德俩人打仗，叫三边换两锏，打到激烈之处啊，一口血要喷出来，但他不能让血喷出来，硬生生给咽回去了。尉迟恭就很服气，说钱二爷比我强。可是后来呢，这口淤血在肚子里边就出事儿。他不俩人给这李世民站岗吗？有一天晚上太踢倒了，秦琼就觉得嗓子眼发甜，眼前一黑，当年压的口血没压中，喷出来，吐血之后他就死了。所以这些人物，罗成这是历史上虚构的，李元霸是虚构的，像秦琼、徐茂公、程咬金都实有其人，但是肯定不像《隋唐演义》里边说这么热闹。相反，正史上的人物呢，交代比较少，也有些刻板。那么我们说到正史、野史、评书，就必须得提到一个人，在这里你绕都绕不开，就是隋炀帝杨广。在这个书里头，还有那杨广可是臧夫参，就是皇上一个昏君，能犯下的所有过错他都犯下了。你看后世艺术作品《太平歌词》里唱秦琼观阵一开场就骂隋炀帝，那几句这么唱的：隋炀帝武道行事凶，那弑父武夺权那个礼不公，杀兄屠嫂把伦理丧，凄凉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，多少的高中粮啊，别了王将，此官下界引别来神啊行。你看他犯这错啊，弑父夺权，杀兄屠嫂，凄凉细妹啊，隋炀帝无道啊，坏事都干净。那么是不是这样？正史里的隋炀帝肯定没干这么多坏事。隋炀帝虽然是个暴君，就坏事也干了不少，但是他可不是个昏君，他干了很多有用的事。你比方说开凿京杭大运河，没有隋炀帝你是做不成的。这个京杭大运河对后来中国工业、农业各方面的发展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，贯穿南北，从这北京通州一直到杭州那边，所以这个功劳相当大。所以晚唐有位诗人叫皮日休，他写了一首诗就说这个事儿，说晋道隋王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，若无水电龙舟事，共与论功不较多。就说要没有水电龙舟这些事儿啊，隋炀帝功劳跟那个大禹治水的大禹都差不多拉一平。说怎么叫水电龙舟呢？隋炀帝看琼花，一听说那边有琼花，其实就昙花，隋炀帝要去看去，舟车劳顿不干，那我就坐大船龙舟。这龙舟说为了这个去看琼花才开凿京杭大运河，其实这是无稽之谈。里边给船的呢，龙舟呢，到哪儿弄不动得有纤夫500童男500童女，干嘛光着身子拉纤，赤身裸体拉纤。而隋炀帝站那儿一看，这边告他纤绳给我松点，啪，大伙都摔倒了，他在那讲个乐。如果这块水不够了，不用水，往上撒黄豆，没水了，黄豆上倒香油，船从上边走，你说这得多奢侈。而且为了开凿这运河呢，他用了很多贪官，有一位叫麻叔谋的，这麻叔谋呢有个癖好，专门越爱吃活的小孩，多残忍呢。结果把当地一个刺史孟海公的儿子给吃了，所以孟海公才造反，接连起来那么多反王。什么济南王唐弼、口北王辅克宗坦、沙魔王罗子度、大魔王程咬金，这才有18路反王64路烟尘。据说那琼花啊，有18个大花骨碌，有64个小花骨碌，所以象征着18路反王64路烟尘。其实历史上真实的隋炀帝没有书里写那么坏，他只不过是隋王朝最后灭亡的一个殉葬品。他是一个暴君，有些暴行，但是他不是个昏君，还挺有作为。在这是今天的跟大伙洋洋洒洒的
说说《隋唐演义》里这人物和历史人有什么区别，哪些是胡编的。咱回到开始那个咱们说的是，有的专家担心呐，哎呦，真是这么弄的画着，尤其小孩子一看以为这是正史的，误导了很多人，这剧情太雷，不应该这么拍。其实我说这是杞人忧天，现代通讯这么发达，咱们想了解点历史还不容易吗？而且影视作品这么多，现在孩子都知道进电影院一看这电影情节是假的，他不会拿它当真实历史看。如果真有这样的，进到这个电影院打开电视一看这历史剧，以为这就是历史上真发生的事，那对不住，这不能怨这些拍电视剧的忽悠你。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《史记》的新修订版，在全球25个城市31家书店同步首发，引发了史学爱好者的强烈关注。我们大家也都了解，《史记》是公认的24史之首，这些年一版再版，热度不减。我们从课本上也都知道，《史记》被称为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这10个字大家都熟悉，可是我估计很少有人琢磨，它为什么被称为史家之绝唱。《史记》毫无疑问是中国史学著作里边的魁首，它是一个纪传体的书。我们打开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有10表8书、12本纪、34家西施列传。就按我们以往的想象当中这个史学著作，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，你比方说《汉书》后汉书》什么《三国志》《明史》《清史》，基本上得记录历史的大事。这大事以什么为主线？毫无疑问，帝王将相是这里最主要描述的人物，而且主线呢，其实就是帝王将相的大事记。你比方说这里边记录本朝的历史，中国古代的史官呢，不是记录现在皇上，就得记录皇上他爹他爷爷他祖宗。你敢随随便便的就说人家不好吧？你还要不要脑袋了？所以往往本朝史官修本朝史的时候，极尽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之能事。但是我们看《史记》与这个有非常明显的区别，就是他在写本朝皇帝历史的时候，无论是汉高祖刘邦，还是当朝的汉武帝刘彻，司马迁并没有留多少情面，反而给我们的感觉有点像专门的写书来声讨他们一样。另外一点呢，很多史书里边，我刚才说都写的是帝王将相，对普通劳动者下层人呢不那么关注，认为他们影响不了历史。但是司马迁不是，司马迁把这一部分人搁到《七师列传》里边，写得非常详细，认为中下层人也有自己的能力影响历史。这个在他之前在他之后任何的史书里头，即使做到一点点，也很难像司马迁这样如此肆无忌惮，如此能够知书雄议。我认为鲁迅说他是史家之绝唱，这个绝字就两米。那么司马迁为什么就能做到独步古今这么独一份呢？这跟他写作《史记》的真实经历有密切相关。你看司马迁，他有一篇文章叫《报任安书》，里边说到了写《史记》的过程。他把自己的比喻成好多历史上的文化名人。你看，左文王居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尔作《春秋》，左丘失明却有国语，孙子并晓兵法修炼，不为签署试穿驴览，还非丘其说难孤愤，诗300，大抵圣人发愤之所作也。这什么意思？他说你看历朝历代这个文王要不是给他抓起来了，他不会把《周易》弄出来。童子呢，要不是在很多地方流浪都没饭吃了，也写不出《春秋》了。左丘明因为失明了，所以才写成国语。你像孙子并脚兵法修炼，就孙膑因为这个受了刑了，这才有这个后来的兵法。所以这一系列的事儿，他说都是圣人发愤之所作也，就是怀着挺大的忧愤、忧郁这样心理，才能写出这样的巨著来。那么他何出此言？咱们看，
具体的历史史实，司马迁本来在死之前顺风顺水，他父亲是太史令，他继承了他父亲也是太史令，而且他做太史令时很得汉武帝的恩宠，汉武帝经常带他游览天下呀，包括宫廷里的大事，司马迁都亲身参与，因此他有不少汉朝很鲜活的历史他掌握就在这儿，应该他很受宠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写史记的心情呢是放松的、愉快的、顺风顺水的。可是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改变了史记写过的轨迹，那就是公元前99年，汉武帝呢为了展示当朝的国威，派这个二世将军李广利，也是他宠妃李夫人的哥哥，派李广利领大兵呢向北与匈奴开战，其中下边有一员偏将呢是飞将军李广的后人，他的孙李陵。这个李陵啊跟着李广利去打匈奴，由于李广利啊比较昏庸，战略指挥失误，使李陵呢带着5000人孤军深入，遭到匈奴的8万人。但是李陵非常骁勇，这5000多人斩杀匈奴1万多人，最后基本上弹尽粮绝，被围困住了。李陵啊就带着自己的部下投降了。这个事传回到这个汉朝的都城呢，当时汉武帝本来认为李陵该战死，一看投降了，气得不得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当朝很多大臣见风使舵，那领兵办投降。本来这是李广利指挥失误，得负担主要责任。可这时候一看李陵投降，得生落井下石吧，过错都往他身上催吧。前边还吹捧李陵的骁勇，后边一个劲儿说李陵这么不该那么不该，无耻啊！使我这个大汉国威都蒙受耻辱。这时候司马迁就觉得特看不起这些，你们干部，你来这是您的看法。司马迁觉得自己作为太史令应该仗义直言，结果这一下戳了汉武帝肺腑里，以敢替李陵辩护，所以当时就把司马迁下了大狱，关起来了。回过头有谣言传来，说李陵要带着匈奴啊，反而打汉朝了。汉武帝气得不得了，直接就很鲁莽的把李陵的母亲呢、妻子、家人呢、株连九族全给杀了。捎带着的司马迁得判死刑。当时司马迁在监狱里呢受到了很多折磨，既然判他死刑了，他想活活得了吗？汉朝那时候的法律有规定，有2种方式克免死罪。第一种呢是拿50万钱来赎，其实就是搁钱买币。以前汉朝有几个大臣就这么买过来的。还有第2种方式呢，叫腐刑。腐刑是啥？就是宫刑。说白了，后代这怎么上来做太监，他得就怎么弄。这个在当朝来说，如果要是一个有节气有地位的人，宁死也不愿采这种方法，这等于男人的尊严完全没了。可这阵司马迁拿不出50万钱赎妹，他没那么多钱，为了活下来，只能忍受巨大的屈辱，接受腐刑。你想司马迁当时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那是屈辱至极。他在书里写，每当想到这个耻辱的时候，自己后脊梁都冒汗，浑身都透。也就说，那是一种悲愤到顶点，浑身直哆嗦。就是司马迁是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来完成史记，那我们可以想见，这种巨大的悲愤心情会对他下笔起到何等重要的作用。他这个史书里充满着一些个人的感情，他在写汉武帝时其实是一肚子怨气，但是他有一个特点，一肚子怨气，我也不能把汉武帝写成恶伯，我只是把他的缺点要一一写出来。所以汉武帝当时穷奢极欲啊，讲究武力啊，迷信方士啊，信鬼神啊，就这些昏庸之处，司马迁是一点没惯着，该写都写了。而这方士过来骗汉武帝怎么着，汉武帝就信。当然这个是历史史实，就司马迁描写的没有过分夸大，没有糟蹋汉武帝。那么司马迁的这种骨气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？他对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的仰慕，
就是如果不是他写，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汉高祖刘邦就是个无赖。那当年他泗水亭长的时候，为什么他能起事？你像萧何、曹参这些人呢，是文官，胆小。只有这个刘邦，这是个无赖，胆大敢干，就成事了。而且成事这过程当中呢，刘邦干了很多无赖的事。你包括项羽要杀他爸爸，刘邦能说咱俩都拜过兄弟，自个爹都不在乎了。逃跑的时候嫌自个儿女在车上分量重，把儿女往车底下踹。你说这刘邦得多黑军，好多地方表现得很无赖的。但是司马迁在写刘邦如此全面展，又把刘邦的一些仁爱的地方写出来。刘邦攻城略地，只要你这地方投降，一般他不会屠城的。而且很多人也认为刘邦呢是宽厚的长者，也慧眼识人。你像对汉初三杰啊，张良、萧何、韩信，他的认识就很准确，所以他是优缺点并行。另外一个，我们说十家之绝上还指着他对中下层人的一种视角。刺客列传呢，这里边呢写了5个刺客。你看从曹沫到豫让，而再到后边的这个专诸、聂政，一直到荆轲，整个这里边范言达到1000多字，就这个笔墨是很多的。这5000多字呢，几乎在我们看就是一部武侠小说。他把底层人士啊，这种慷慨悲歌，这种义气，可以说写得淋漓尽致。司马迁呢，他受到腐刑的屈辱之后啊，他开始以底层的视角看，以卑微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。他获得了非常多的鲜活的东西。你比方说他写豫让，3番5次要刺杀赵襄的，最后刺杀不成，我把你衣服借给我，我搓上几件，我就当报仇成了，然后我再自刎。就这种忠义精神，千载之下犹有回响。你再看聂政刺这个韩相侠垒，严中子到他家，又给他送礼，又非常尊重他。当时聂政觉得人家这么一个上等士大夫对我下等人，尽管有求于我，这样我有心为报答他，我得死。但是呢，我老母亲还在不行。后来等老母亲去世了，聂政找到这个严中子说，我能替你报复韩相，我去刺杀。结果聂政的拿着剑直接闯到大堂上，把韩相侠垒杀死了。然后他干了件什么事儿？挥剑呢，把自己脸划烂，然后自杀，肠子都出来了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他毁容是不想连累严中子，更主要不想连累自己家里人。更了不起的是呢，聂政他姐姐聂荣一听说大街上有具死尸，等于在这曝光呢，这杀死了韩相。他姐就知道这是我弟，走到大街上一看，虽然毁容了，也知道是个自个弟弟，上去趴在尸体上就哭。人家说你弟弟这样就是为了保护你们不受连累，你怎么还出来了？聂荣说，我弟弟如此之壮烈，如此之光辉，我辈岂能苟且偷生，使他的侠名不被世人所知呢？你看，有这样弟弟才有这样姐。高夫娘，其中比较有侠义之气的，咱们得说这个荆轲刺秦王。他这5000多字《刺客列传》有3000多字写荆轲，其中著名的那个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，就是这里边说这个荆轲呢是燕国人，燕太子丹呢，当时呢一看秦王又统天下，燕国灭亡是早晚的事，为了阻挡这个进程，他想请荆轲呢来刺杀这个秦王。这个过程当中，荆轲是重视气节，轻视自己的生命，为了大义可以牺牲，找了那个大将樊於期。樊於期说，我这人头我借给你，割下来。为了达到这目的，我不惜为一个尚未实现的事儿，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失去。所以那个时候为了大义，你看可以牺牲一切的。而荆轲呢，带着樊於期脑袋，带着地图来见这于天王，最后才有图穷匕见。其实荆轲那个时候并不是想直接把秦王杀，他有他的身份不，他其实想借助这一过程呢，最好能制住秦王，
让秦王允诺不去打燕，是不行了。这荆轲采用刺杀的手段，当然没有达到目的，最后慷慨赴死。就他写到这里边，这些人物专诸、刺王僚啊、聂政啊、豫让啊，这些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来讲都属于那种大义凛然的人。而且你别看他是州下层人物，他这个举动惊天地泣鬼神，勇气可嘉，往往直接改变了历史记载。所以当时司马迁以这种卑微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，他很能理解同为卑微地位的州下层人的想法，也是后代专注于描写帝王将相的史学家所没有考虑到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叫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？这无韵之离骚也包括写刺客过程当中非常细腻的文笔，令人读起来之后啊，血脉奔张。所以我说司马迁这个史记特别了不起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说后世的史学家有谁能够抛开一切无所顾忌，不怕失去什么，来凭借自己手里的笔直接地描述历史，尤其是描述本朝的历史。我们今天再读史记，仿佛呢透过故纸堆的握住了司马迁受过雷学的手。通过握手的过程，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司马迁在悲愤心情下一直激昂跳动。